叶晨回到酒店的时候，微信收到了塔瓦纳发来的好友申请。他通过验证之后，塔瓦纳便告诉他，三井良孝的弟弟三井良康已经被服部半藏带着伊贺忍者控制起来，而他和崔佛也已经跟着三井新美返回三井家族的庄园。除了汇报情况，他再次向叶晨表达了感激之情。叶晨听够了道谢，便对他说道，经历这么多事情，今晚好好休息吧。塔瓦纳本来还想借这个机会在微信上跟叶晨多聊几句，见叶晨好像没这个兴致，便也非常识趣地说道，好的，叶先生，你也好好休息，今天实在是太辛苦您了。叶晨回到酒店时，董若琳和萧初然正在房间里刷着社交平台。今晚这么多警用直升机、非道具，但外界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也猜测肯定是有点异常，不然不可能有这么多警察过去。见到叶晨回来，萧初然赶紧问，老公，巨蛋那边是不是出什么事了？社交媒体上说去了好多直升机，还有相关的视频，好多飞机乌泱泱的飞过去，还挺吓人的。董若琳在一旁一边刷手机，一边嘀咕道，有人八卦说好像是发生了暗杀事件，他们说好像有人要暗杀塔瓦纳。叶晨笑道，哪有，没有的事儿，我就在现场，我怎么不知道有暗杀？董若琳道，那这么多警察过去干嘛的？你在现场，你肯定见到了吧？演习。叶晨为了不让他们担心，也为了这件事情不要传出去，便只能撒谎道，他们警察好像是在搞什么反恐演习的，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我在跟三井先生沟通风水的事情，讲得差不多我就回来了。说着，他故意嘀咕道，网上说的这么离谱吗？我去看看。叶晨随便刷了几个平台，没想到社交媒体确实已经开始热传。现场的枪声虽然没有传出去，但是这么多警察乘坐直升机过来确实很难遮掩，而且有些人从旁边的建筑上拍到了特种警察直升机所降的视频。叶晨觉得，就算没有关于塔瓦纳被暗杀的明确证据泄露出去，也不能任由网民在社交媒体上这么猜测。地下网络的事情，虽然绝大多数人不知道，但是与之有关的人还是会了解其中情况的。万一哪个好事者匿名把这件事情公布出来，以现在网络的热度，肯定会引发极大的讨论。不管最终能不能讨论出一个明确的结果，对塔瓦纳来说都肯定不是一件好事。于是他便在微信上通知费可欣，让费可欣转达三井良孝，让三井良孝跟警视厅一起发布一个声明，就说今晚东京警视厅联合三井家族在巨蛋进行反恐演练。东京巨蛋毕竟是东京最大的演出场馆，所有的顶级明星来东京开演唱会几乎都首选这里，在这种地方搞恐怖袭击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所以在这里搞反恐演练自然也就理所当然。很快，东京警视厅便通过电视和网络媒体公布了演习的消息。原本正在播出综艺节目的东京电视台立刻弹出紧急播报，下面插播一条新闻：今晚22点35分，东京反恐警察在巨蛋进行了快速机动反应的突击演习。这次反恐演习针对的主要是假设巨蛋在举办大型演出时遭到恐怖分子的挟持或者破坏，事先没有通知任何相关人员，连参加演习的特种警察都不知道这其实是演习。所以演习非常真实地体现了东京特种警察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的快速机动能力。目前演习已经圆满结束，相关的特种警察已经开始有序撤离演习现场。警视厅的警视总监对这次演习给予了非常高的正面评价，也希望广大市民不要过于紧张。这段视频以多种语言滚动播出了大概10分钟。视频一出，董若琳便放弃了继续八卦刷屏的念头，把手机丢到一边，吐槽道：什么吗？我还以为有什么大瓜可以吃呢，没想到就是一场演习。萧初然笑道：东京的治安看起来也不错，出大事的几率应该不大，再说你也不能老盼着人家出事啊。倒也没有，
董若琳笑道，不是盼着出事，我只是八卦心比较重嘛。说着，他又道，对了叶晨，今天你吐槽塔瓦纳的视频在网上可是爆火啊，而且你那段说的有理有据，让人信服，就连那些塔瓦纳的粉丝和支持者也都觉得你说的有道理。网上现在把你称作是教育塔瓦纳的男人，很多人都在好奇你的真实身份。你要是这个时候露脸搞直播，那你就火了，火了之后攒个几百万粉丝，说不定也能去搞什么直播带货了。叶晨笑道，我可不想干那种抛头露面的事情，还是低调一些比较好。再说现在很多所谓的人权组织，实际行事风格都挺极端的，我可不想现实中跟他们有任何的接触。这倒也是，董若琳点头说道，我看欧洲的环保组织才可怕呢，他们会在大马路上把所有的车都拦住不让过，就连救护车都不让过，也不知道这些人家自己和家人要是生了病，会不会叫救护车来了？肯定会啊，还用想。叶晨笑道，绝大多数的极端环保主义者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环保主义者，而是靠这个吃饭的，他们后面都是有资本运作。比如欧洲资本想发展核电，就会让那些环保主义者抨击火电站，他们想发展新能源，就会让环保主义者攻击传统能源。以后他们要是想推广人造蛋白，你放心吧，这些环保主义者一定会去传统畜牧业搞示威。董若琳赞同地说道，有道理，多数都是一帮伪君子就对了。此时电视上循环播放的新闻立刻就让很多原本正在胡乱猜想的人停止了八卦。相比告诉他们这里今晚发生血战，死了100-200人，他们更能接受这种演习的说辞。既然官方都已经说明了情况，网络上也就没有太多八卦质疑的声音。没过多久，这件事情便被压了下去。紧接着，塔瓦纳的团队也开始在网上放出大量塔瓦纳演出现场的官方照片和视频。塔瓦纳本就是流量之王，当演出现场的视频和美照被放出之后，粉丝们迅速把演出顶上了各大平台的头条。如此一来，民众对特种警察的关注度就更被冲击得烟消云散了。叶晨也不禁惊叹，塔瓦纳的影响力果然非同一般。几张演出照片和视频放出来，绝大多数人的注意力都会被转移。这样的明星一旦与长鹰汽车合作在华夏开唱，那对长鹰汽车的品牌力提升恐怕将是空前的。